中国经济正经历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危机。房地产市场崩塌，人口急剧下降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，失业率飙升，社会矛盾激化，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经济困局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 GDP 增速仅为 2.1%， 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政府年初制定的 5.5% 的目标，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的普遍担忧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崩塌，无疑是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核心。据经济学家最新估算，中国目前有高达9000万套空置住房，足以容纳整个巴西的人口。这些空置房屋如同一座座鬼城，散布在中国各地，成为经济泡沫破裂的最直观写照。著名经济学家、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在接受采访时警告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塌程度远超我们的预期。即使在人口持续下降的情况下，许多地方政府仍在鼓励开发商建造更多房屋。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正在加剧危机。他估计，在中国的3线、4线和5线城市中，至少 25% 的住房处于空置状态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9月，中国10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7.2%， 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更是暴跌 11.5%。这一跌幅创下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与此同时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萎缩 15.3%， 土地购置面积更是暴跌了 27.8%。人口危机的加剧进一步加重了楼市的困境。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令人震惊。2024年前3季度，中国人口竟减少215万，较去年同期扩大近1倍。人口学家预测，到2050年，中国人口可能会减少 3.5 亿，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。人口急剧下降，直接导致住房需求萎缩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，目前中国至少有 60% 的3线、4线和5线城市人口在持续减少。以东北城市鹤岗为例，该市人口从2010年的109万锐减至2024年的88万，跌幅近 20%。鹤岗市中心一套60平米的公寓挂牌价仅为5万元人民币，却无人问津。当地居民周永志感叹道：“鹤岗是我的家乡，但我看不到它有任何希望。这里的大多数高层公寓楼在晚上都是漆黑一片，像是被遗弃的鬼城。”随着房地产市场崩溃，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也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。2024年前3季度，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暴跌 38.7%， 创下199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大跌幅。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9月底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，债务率超过 300% 的地级市超过100个。多位经济学家警告，如果楼市持续低迷，至少有 30% 的县级政府面临破产风险。面对楼市危机，中国政府在2024年推出了一系列救市措施。9月24日，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揽子货币政策，包括将存量房贷利率降低 0.5个百分点，并将2套房最低首付比例从 25% 下调至 15%。然而，这些政策似乎收效甚微。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，2024年11黄金周期间，全国50个重点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23.4%， 一线城市跌幅更是高达 31.2%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雷指出，中国住房供应过剩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解。从根本上看，这是人口下降的问题，鬼城恐怕将继续空荡荡。即使政府出台再多刺激政策，
也难以改变这一现实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直接导致失业率飙升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9月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至 6.5%， 其中16至24岁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21.3%， 创历史新高。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，2024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 65%， 比2023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。27岁的李明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硕士毕业生，他已经失业半年了。我投了上百份简历，却连面试的机会都很少。李明无奈地说，很多同学都已经放弃找工作，选择考公务员或者回老家种地。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境。2024年前3季度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3.2%， 尤其是汽车、家电等大宗商品销售惨淡，9月份汽车销量同比暴跌 18.7%。北京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经理王丽表示，现在顾客越来越少，很多人即使来了，也只是看看不买。我们每个月都在调整销售目标，但还是完不成。与此同时，产能过剩问题也在不断加剧。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连续7个月低于荣枯线，9月份更是跌至 45.1% 的历史低点。多个行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，特别是钢铁、水泥、光伏等行业。山东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负责人张强告诉记者，我们的产能利用率不到 50%， 每天都在亏损。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，可能随时面临破产的风险。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2024年前3季度，全国各地共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1237起，较去年同期增长 78.3%。其中，因拖欠工资、养老金等引发的抗议占比最高，达到 41.5%。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问题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用脚投票。2024年前3季度，中国公民出境留学、移民的人数同比增长 62.7%。在社交媒体上，润学及如何移民海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。著名经济学家、清华大学教授李道葵警告说，如果无法有效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，中国很可能会重蹈日本失去的30年的覆辙。房地产泡沫破裂、人口老龄化加速、产业升级受阻等问题，都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极为相似。他呼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，包括大幅减税、提高社会福利、鼓励创新等，以提振经济信心，避免陷入长期停滞。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社会挑战，中国政府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如何在稳定房地产市场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、刺激内需、推动产业升级等多重目标之间寻求平衡，将是决定中国能否避免经济硬着陆的关键。然而，随着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和深层次矛盾的不断暴露，中国经济想要重回高速增长轨道的难度与日俱增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指出，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在2028年降至 3% 以下，并在未来10年内持续下滑。报告警告，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当前危机，中国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，甚至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。随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彻底破灭，这个庞大经济体的根基正在动摇，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财政已然崩塌。这不仅仅是经济危机，更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。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，中央政府祭出了10万亿元的大规模刺激计划。然而，这笔巨额资金的真正用途引发了广泛质疑。表面上，这是为了提振经济，帮助普通民众渡过难关。
但细究其本质，这更像是一次对现有体制的救赎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就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，当前的政策似乎更多地考虑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诉求，而非普通百姓的切实需求。如果真的要帮助民众，为何不直接注销数以千万计陷入困境的房奴的债务？为何不允许个人破产制度的出台？这10万亿元的投入，俨然是一次180度的政策大转向，重新青睐金融领域，刺激股市，鼓励地方政府继续大搞基建。这些措施无疑不再呼应着救官而非救民的逻辑。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，维系官僚体系的稳定似乎总是优先于解决民生问题。这种做法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即便在3年大饥荒这样的至暗时刻，中国的官僚体系仍能维持运转。然而，如今的情况或许更加危险。经济持续低迷，很可能导致特权阶层生活水平的大幅下滑，这正是当年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之一。因此，这轮大规模刺激更像是一场豪赌。政府希望通过救助股市和地方财政来维系整个体系的运转，但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，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还可能加剧社会矛盾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政策取向可能引发新一轮投机狂潮。如果中央政府铁了心要推高股市，甚至不惜将地方融资平台上市，鼓励民众将存款投入股市，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目睹一场比2015年更为疯狂的股市泡沫。这无疑是在用民众的血汗钱为摇摇欲坠的体制续命。